老师好，皇后娘娘好，来，大胆，以什么身份敢站到这儿？让皇后娘娘站到这儿。你作为皇后娘娘的助理，就敢往中间站？这不是我的助理，这是我这套服饰的设计师。这是我的远房奶奶，也是我的御用模特儿。啊，设计师啊，那请。欢迎二位哈，那请二位呢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楚卫珍，来自风筝之都山东潍坊，大家都叫我玉米皮奶奶。玉米皮奶奶好。大家好，我叫王平，我来自世界风筝之都山东潍坊，我有一个外号叫破烂王。这小伙长得挺水灵的，穿的也很整洁，怎么就变成破烂王了呢？杨芳老师，其实是跟我这身衣服有关系。我这衣服还有我的头饰都是王平设计的，手工制作的。对啊，这一看就很贵啊。对，但是我头上戴的这个头冠，其实不到10块钱。啊？怎么可能？这头冠才不到10块钱。因为这个头冠其实是我们农村平时养鸡用的那个塑料网来做的，而且中间这2朵蓝色的花，应该是用点翠工艺，但是我是用到我们农村用的那个玉米皮儿来把它完成的。传说的玉米皮就是这个是吗？是，包括中间这个蓝色的宝石。这不是宝石吗？不是，你摸一下，呀，还掉色呢。这是自己画上去的。对，它是用平常小孩玩那个太空泥，把它团成一个球的形状，然后来上就是软的，一捏完最后时间长，风干就硬了的那个。对，包括后面这一块啊，就这一块，珍珠是塑料的，主要是这个花儿，因为我老家是潍坊的嘛，我们潍坊的特产是萝卜，这个就是用萝卜切成丝儿晒成干做的一个。这是萝卜干啊？对。那这些不是便宜的吧？这肯定也很贵啊。因为我是做摄影的嘛，然后每年都会淘汰很多的衣服，在淘汰之前呢，我会把觉得衣服上有用的一些珠子呀、绣片把它保存到一个盒子里，然后再做头饰的时候把它找出来，然后用到我的头饰的设计当中。啊，这就是衣服上一些装饰或者一些扣子是吧？那这个凤凰，这个是我们平时用喝酒用的那个易拉罐剪成一个凤凰的形状，用颜色把它涂成这个蓝色，然后最终完成了这个头饰。这手太巧了。所以啊，这个破烂王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变废为宝。对。所以这是你的设计的一个特点。是。那今天除了咱们玉米皮奶奶身上穿的和戴的这些，还有其他的作品吗？有。没看我们那个杜老师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因为我想我们在台上演出的时候要有这种好的衣服，那多好啊，又便宜又好。赶快把给杜老师准备的衣服拿上来。来，真的假的？看看您的衣服来了。太后，您看您这身着装啊，现在还差了一点点头饰，所以呢，今天小帆给您准备了几个不同的款式，有没有您喜欢的？来，我来看看。这第一个蓝色的怎么样？哇，凤冠呢，这是。这个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我们出土文物的一个作品，它叫唐代鸟冠。然后我根据那个出土文物，用变废为宝的方式做了国潮版的鸟冠。这哪有废啊？看的都是宝啊！我们里边其实用的是废铁丝搭建的骨架，然后它的后面这个羽毛呢，其实是平时我们发快递用的一个泡沫板剪成的一个羽毛的形状。然后呢，包括它这些小的羽毛，其实是用到了我们废旧电线里边的一个铜丝，把它一根根折成羽毛的形状，放到一个叫对造花液的一种液体里，1秒成膜，这样做成了这个头冠的一个造型。太漂亮了！哎呀，这手太巧了。这个虽然漂亮，但是与太后今天的这个色系有点不太搭。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哦，这个也好看。这有点像唐代的呀。
这个的成本呢也是不到10块钱。然后这个骨架呢，其实也是用到我们那个泡沫板白色那个，做的很大的同时它比较轻，因为你古装的头饰是重的。吓死了！没事轻啊，成本10块。别，你看它这个后边还有一块玉。这玉是拿什么做的呢？用滴胶来做的。自己滴胶来凝固。对，是。虽然它的造价成本很低，材质的成本很低，但这个功夫钱呀不便宜。包括这个中间的凤凰是用洗衣的一个瓶子，把它剪成一个凤凰的一个形状，行吗，观众朋友们？好，这个我们再考虑考虑哈。好，我们后面还有呢。咱不买呀？不买呀？妈，后面还有呢。陪妈逛街呢是吧？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我都看不过来了。这我也喜欢。我给拿下来啊！您猜一下这个主体，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花是什么做的？摸一下，闻一下，看一下。能闻。有一股淡淡的蒜香。哎，蒜是蒜的那个皮。哎，对。那它怎么这么硬啊？首先把大蒜剥下来之后，剪成一个荷花瓣的一个形状。因为本身这个大蒜的纹理也好，包括它通透度，还有它这个结构和这个荷花是很像的，所以说就把它用女生不用的指甲油做一下颜色的过渡，它才有这个亮度，是吧？对，是晶莹剔透的感觉。对。哇，你是怎么想的呀？所以你看，在我们设计师的眼中啊，真的是任何事情是皆有可能。我来比划一下。哇，哎呦，妈妈，算您美。算。这个折扇，这上面那答案也出来了哈。那这个也是用蒜瓣来做的。哎呀，这个都是用大蒜做的。我的个天哪！你看看这蒜，哎，它这个深浅过渡的也特别好哈。这是需要这个美术功底的，是。可以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吗？来感受一下。好。这个头饰上面很多说的是这个易拉罐哈，这个废旧的金属，做成的这个图形，我觉得也很好，是可以现场来感受一下吗？看看你怎么做。好。小王哈，这个我昨天喝了几个饮料哈。都给你留着呢。好，剪一个凤凰的尾巴啊。可以，会拉手吗？这个注意一下安全，应该没有问题。哎，就可以了。先剪。对，侧着剪。对，侧着剪。所以实际上没有想象的那么厚。对，这拿普通剪刀就可以剪开，然后尽量的剪成疏密一致的这种感觉。杜老师剪的还不错啊，第一次剪。对，非常好。就剪得像鸡翅一样。我也看饿了。蒜也包好了，鸡翅也出锅了，该吃饭了。吃饭吧。哎，我为什么捋起来？哎，别浪费了，别浪费了。好看。好，下次给帆哥做一个。哎，哎呀！带着这样的感觉，人也自信多了。所以以后咱们家再喝剩下那些易拉罐的瓶子，可不能扔。都拿你这儿来。谢谢。谢谢。得问问王平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些？因为我是从小学美术吧，然后长大了从事了摄影工作。当我真正从事摄影工作之后，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拍照的所有的头饰、服装还有道具，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然后我就不太喜欢做这样重复的东西。我个人又比较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我就把我积攒很多年的想法用双手呈现出来。做的第一个罐呢，也是用我们家里一个洗衣液的一个塑料桶，把它剪成一个凤冠的一个形状，涂上一个粉色的颜色，然后就是拍了我的第一个作品，发布到了网上，然后就上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热门。这是咱们奶奶吗？对。就这白色的羽毛都是塑料桶的材质剪出来的，就跟刚才我们剪这个羽毛是一样的。对，是。原来这些看似是很便宜或者是没有用处的东西，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些转化，对，在镜头里可以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是，也是你和楚奶奶第一次合作。对，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和奶奶合作多少年了？
我们合作是得有3年了吧？将近4年了。将近4年了。楚奶奶之前是做什么工作？您之前是模特吗？之前我是在纺织厂的一名工人，然后现在是退休了，在家带娃。平时的时候，我会在地里干一些农活。所以你的模特职业道路是从和王平的合作开始的。对。啊，咱们村里啊，或者咱们老邻居奶奶多了，为什么单找了楚奶奶？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接触的都是专业的模特，又特别漂亮年轻的小姑娘，但是她们虽然长得好看，但是穿国潮的服饰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足。然后呢，我就发现我身边的奶奶，无论是从长相、从五官、从立体、从气质，她穿上我的作品之后，我发现比那些模特们要更好看。一定要有岁月的一个沉积，然后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感觉穿上之后真的像回到了古代一样，就是王平做的这些头饰非常的精美，可以说真的是美轮美奂。然后拍出的这些视频都非常的惊艳，年轻人和老年人他们都非常的喜欢。你讲了之前是工人嘛，然后随便穿便生活装，穿工装就可以出门了。对，现在不行吧？是的，现在特别注意出去的形象了也。除了楚奶奶之外，现在据说圈里还有很多的明星也在和王平合作。对，有什么作品吗？这个是杨紫拍摄《长相思》的一个时尚芭莎的一个剧照，我用的是一个他们跳芭蕾舞裙那个裙撑，然后呢加上一个粉色的羽毛，然后给它设计的这款头饰，包括还有中国北京的时装周用这易拉罐来做的一个国潮版的一个凤凰的头饰。我觉得很多事物的精美啊，并不在于它本身的材质、它的价值，对，而在于创造者他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因为这里边花了很多的巧思在，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对，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对。我是想通过自己的方式，用年轻人的语言，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用一种变废为宝、环保的方式，然后呈现出来。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以更潮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受、去发扬它。没错。哇，非常棒。虽然年纪很轻，但是他已经有这么多的代表作品，而且受到国潮朋友的喜欢。是在这个作品里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白化症的小女孩的母亲找到我，她说有没有适合她这个小孩拍的一个头饰，因为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外表吧，白色头发，从来没有拍过好看的照片。然后呢，我说这样吧，我就给您做一个适合您女儿拍的一个头饰，我会发到我的作品当中，到时候您找我。然后我做完之后非常遗憾，因为可能留言太多，最终没有看到，可能他的留言淹没在了成千上百的留言当中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一直是在我心里觉得是一个想把它完成的一个心愿吧。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到现在已经做了5款针对于白化症这一类小孩的一个作品。设计了非常好看的头冠还有服饰，希望免费给他们拍照片，从小树立他的自信心，让他更好更快的在社会中成长。对，这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作品。这真的是好。我也希望电视机前真的能够看到这一段。如果您就是家长，或者说您是那个女孩的亲友，你可以通过栏目组的联系方式，或者赶紧到网上去搜王平，私信，然后多给他留几遍言，告诉他你看到了。对，再次感谢你。好，谢谢。谢谢。